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月26日，星期三，这里是赖子聊书第66期。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从1月15日开始，连续5天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一部5集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这部片子的制作者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传部、国家监察委员会宣传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部片子引起了时评人士的广泛关注。片子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就是公安部前副部长孙立军的团伙腐败案，以及被采访落马的腐败官员在镜头前的侃侃而谈。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共危机的表现，但我发现没有人介绍这部片子的全貌，也没有人提及为什么北京在这个时候播放这部片子。今天的赖子聊书就介绍一下这部专题片，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整个专题片后的感想。专题片《零容忍》非常独特，独特之处就在于自曝家丑，这在124年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共产党靠宣传起家，列宁在1898年成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时，就开办报纸宣传自己，攻击对手。苏共宣传部长日丹诺夫在上世纪30年代发明了日丹诺夫主义，规定文学艺术要为党的意识形态服务。中国版的日丹诺夫主义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丹诺夫主义的特点是在把媒体变成美化自己工具的同时，还剥夺了媒体揭露和批评社会黑暗面的功能，结果就与媒体人揭露黑暗面的本能形成了不可调节的矛盾。共产党国家的媒体历史因此就是一部党的文宣部门与媒体制作人的斗争史。在这个斗争史中，吹捧、美化和作假是常态，批评和揭露是例外。专题片《零容忍》就是一个例外。中共领导层在距离中共20大召开不到1年的时候，决定播放这样一部自曝家丑的专题片，可谓意味深长。要感悟零容忍中的含义，就要了解这部片子的全貌。这部5集专题片的每一集都在50分钟上下，每集都有独自的主题。除了第3集有4个案例外，其余的都由3个个案组成。级别最高的涉案人员是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最低的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宇杰。涉及的行业除了公安部门和市委书记外，还有金融、采矿、教育、烟酒、粮食等行业。第1集的标题是不辜负14亿，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因为腐败而失去人心、失去政权。这一集以孙立军的团伙窝案开始，之后介绍了一位医院院长和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各自的受贿案。由于孙立军案涉及到了高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基层的治安问题，我在介绍完这部5集专题片后，将专门说一下孙立军案。第2集的标题是打虎拍蝇，这一集以曾经担任海南省三亚市市委书记、海口市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富玉开始，最后以江苏一家粮食中心库的主任贪污案结束。这一集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甘肃省一个县民政局的主任向社会弱势群体下手，敲诈他们。第3集的标题是惩前毖后，这一集的主题是党组织如何抓住涉案人的心理，帮助这些人走出误区，获得新生。这一集中的一位涉案人员是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传生。刘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
用北师大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开办幼儿园。第4集的标题是系统施治，施是设施的施，治是治理的治。这一集的主题是中共的纪检和监察体系如何有效，但其内容则是3个不小的案子，令人怀疑中共的这个体系是否有效。这3个案子是内蒙的露天煤矿腐败案、中信银行行长的腐败案和重庆市一个区委书记的腐败案。第5集的标题是永远在路上，他也讲了3个案子，其中的一个就是受到海外中文媒体广泛注意的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案。当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周江勇曾是县委书记。周江勇案的特点是与自己的弟弟携手合作，经商的弟弟利用哥哥的政治影响，而哥哥则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弟弟。另一个案子是海口市市委书记张琦案，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儿子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索贿，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向与父亲有关的商人索要豪华汽车。这一集里的张宇杰案是5集中最奇特的。张宇杰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在网上玩游戏成瘾，就挪用公款购置顶级设备，并给卡里充值。因为没有被发现，就干脆贪污起来，贪污了7000万，直到新冠疫情中断了房屋交易才被发现。以上就是这5集专题片零容忍的大致内容。这套专题片介绍了16个案子，在这16个案子中，除了一个冤案、一个县民政局主任勒索弱势群体案和刚刚提到的张宇杰案外，其余的13个都是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团伙窝案。这种团伙窝案与中共的制度有关。中共的制度的特点是一把手，就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把手手中，也就是党委书记手中。这些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书记，在70年代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小毛泽东。这些学者曾用一个毛泽东和许许多多小毛泽东来形容中共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虽然中共在1978年的11届3中全会上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纪检委是同级党委的一部分，在一把手的领导之下，纪委书记只有通过上一级的纪检委和上一级的党委，才能影响同级的一把手。专题片零容忍中所介绍的13个团体窝案，就反映出了这个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党内领导干部的团伙窝案会这么多，为什么领导干部的腐败会层出不穷。在这13个团伙窝案中的10个主犯都是一把手，在这10个一把手的主犯中，4位都担任过市委书记，其余的6位都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其中最高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其余的4个团伙窝案的主犯都是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比如院长、行长等等。专题片零容忍承认一把手会成为团伙窝案的主犯，无疑是中共的一个进步。由于一把手是小毛泽东，一把手就成为中共文艺宣传作品中要精心塑造的对象。江青曾把这种创作模式概括为高大全。虽然这种高大全的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就被唾弃，但是一把手的贪腐问题一直是文艺创作中的禁忌，这个禁忌直到最近才被打破。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一把手落马的事并不罕见，其中最大的就是2012年的薄熙来案。薄熙来案
是自1971年林彪事件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丑闻，而且还有周永康和令计划2个案中案，比好莱坞电影还要曲折复杂和富有戏剧性。10年过去了，中共官方对薄熙来案的解释就只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几页判决书。如果中纪委宣传部能够拍摄一部关于薄熙来案的专题片，其收视率一定要比这个专题片《零容忍》高很多倍。薄熙来案集中了惊险电影的所有元素，比如野心、阴谋、色情、收买、背叛、谋杀、逃亡等等，而且涉及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腐败、权力斗争和政治运作，其时间、空间和复杂程度远远胜于林彪事件。中共为什么不把薄熙来案拍成一部专题片？我猜想其中巨大而且难以预料的风险大概是主要原因。习近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愿冒这个风险，但他们却必须面对因腐败而产生的人心向背问题，就是习所说的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在习执政即将届满2届，试图连任第3届的情况下，他必须就自己在第2届任内的反腐等许多问题，向中共元老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出作业。专题片《零容忍》可能就是这个作业中的一部分。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由于自己所处的引人注目的位置，就成为这个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孙立军的情况，我想许多人一定知道，我在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孙是上海人，籍贯为青岛，出生于1969年，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在1988年参加工作，曾经倒卖过钢铁，后来在父亲的引荐之下，进入了上海卫生系统的外事部门工作，之后去澳大利亚学习公共卫生，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出任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在2008年正式进入公安系统，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之后担任过2个局的局长，1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在2018年3月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孙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2年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2020年4月被中纪委调查。1年零4个月后，就是在2021年9月30日，孙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纪委对孙立军的问题定性用词严厉，说他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乘火做事，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孙立军在2021年11月5日被正式逮捕，在今年1月13日在长春被起诉。其所犯罪名是受贿、涉嫌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专题片《零容忍》所披露的内容多少反映了这些指控，以及中纪委所称的孙立军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专题片《零容忍》中展现了孙与自己4位同伙的关系。这4位同伙是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龚道安，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邓辉林，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的刘新云。在这4个人中，王立科来自辽宁的一个县，
逐级晋升到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是当地一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人。落马时是江苏省政法委书记。他在2008年就看出孙立军的上升潜力，经常去北京给孙立军送小海鲜。装小海鲜的盒子里其实装着30万美元的现金。到2020年孙落马时，王立科送去的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8000万元。与给孙立军送钱的王立科相反，孙是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送钱，原因是孙看中了龚道安的业务能力。除了这2个人外，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和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都被孙视为自己人。专题片林容忍还透露，孙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每5年晋升一个台阶的计划。王立科送小海鲜是孙立军在专题片林容忍中自己坦白的，但孙没有说自己的晋升规划。尽管如此，孙立军一定是位能力超群的人，在这超群能力的背后还有指点和支持。因为有人指点和支持，孙完成了自己仕途上的2个重要转折。第一个是他进入上海市卫生系统的外事部门，第二个是他从上海的外事部门进入公安部。这2次转变大概都来自自己前辈的指点和引荐，但如果孙没有能力，也难抓住机会。由于少年得志，孙立军大概忘记了官场上的忌讳和凶险，结果落入罗网之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进行以商养政，以政促商，形成利益链，早已存在于大陆无数的企事业单位中。无数官员和商人就是靠着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利益链，走上了皆大欢喜的道路。孙立军大学毕业后去倒卖钢材，说明他头脑灵活，会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关系网。他后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青云直上，一定与自己善于经营关系网有关。但是善于此道者不仅仅是他一位，一定有许多先行者。这些人避开了风险，不知何故，孙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成为专题片林容忍中的首位受访者。在孙立军进入专题片林容忍的背后，是一场越来越近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虽然自1995年陈锡同案以来，因被指控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屡见不鲜，但是指控某一官员是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还是自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而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一部副部级官员，还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是公安部副部长了。回顾共产党国家的历史，除了从1938年到1953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贝利亚，可能有过想当苏共总书记的野心，还没听说过哪位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想当党的一把手。指责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可能是因为孙立军冒犯了习近平。习在200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孙是外办副主任，很可能与习有过交集，在后来的岁月中没有给习以足够的尊重，让习感到不安。习的不安在情理之中。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10年前星夜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发了中国自毛泽东去世以来空前的政治危机。在这次危机的尾声中，习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聚集了人们的希望和盼望。但是10年之后，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内外交困中。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习只能越来越依靠安全部门来维持社会和政治甚至经济的稳定。由于安全部门极端的重要性，习自然对这个部门的忠诚度异常敏感，需要提醒这个系统的人，自己在监控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被监控。少年得志的孙立军
就成了专题片《零容忍》中的主要人物。零容忍的精妙之处，就是用了14个腐败官员的案例，来冲淡孙立军一案的负面影响，既向中共元老和全党展示反腐工作的难度，也表示了习近平的决心，以便给公众以信心。至于这部专题片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我们下次节目见。